大家好，我是卡古妈，然后今天来讲就是网友想要知道的，就是日本皇室小公主这个结婚风波。那发生这个结婚风波是秋条宫贞子公主，其实她是日本的仁德天皇的弟弟，也就是二皇子啦，秋条宫文仁亲王的女儿。那秋条宫亲王有2个公主，1个儿子哦。那其中贞子公主是长女，30岁，佳子公主今年是27岁次女，然后悠仁亲王就是他的长子，现在今年是15岁。发生婚姻风暴的就是这个大公主贞子公主。那我们由这个事情的时间轴来介绍这件事情。2012年的8月，小室圭和贞子公主2人相识了。他们相识的场合是在一个留学为前提的交流会上，然后认识了贞子公主。因为小室圭先生他是从小是念的是语言学校，所以他是双语人才哦。那之后也有想要去留学。2016年的10月，周刊拍到了这张照片，这件事情就曝光了。小室圭也亲密的叫贞子公主叫妈讲。这边补充说明一下，日本你将的话是对女性的尊称，而且是非常亲昵的行为哦。其实从日本人称呼你可以看得出他跟你的亲昵程度，可能刚开始认识你是叫你扣桑，然后再熟一点可能叫你下面的名字，然后再加上扣领桑，然后之后再熟一点可能叫扣领江，就变成江了。那很熟可能会给你乱取名字，叫扣扣啊、令令啊，就开始乱取名字，是很可爱的名字。所以到江其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熟了。然后2017年的5月，NHK 报道2个人的婚期近了。2017年的7月，周刊去采访小室的亲戚之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小室的父亲和祖父祖母接二连三的自杀。自此以来，他妈妈和他和这些亲戚并无往来。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到2人的婚事。2个月之后，就是2017年的9月，发表婚约的记者会，然后就在2017年的12月，小室圭的妈妈就是小室佳代爆出和前男友有430万的金钱纠纷。事情爆出来之后，就在2个月之后呢，2018年的2月，皇室发表了一个声明说，2人的婚事延期。那延期的理由是2人还没有准备好。其延拓的情况下，2个人选择了去留学。贞子公主去了英国留学，而小室圭去了美国的福坦莫大学法学院留学哦。那福坦莫大学所设下的法学院是经过美国律师学会公证认证的唯一法学院，而且它是全学年唯一首席特育拿到全额补助的奖学金进到这个学校里面了。他为了争取这个法学院的念书机会，非常的积极。听说他写了空前的长文的自我介绍，而且表现出对福坦莫大学强烈的憧憬，让福坦莫大学的教授每个都感到非常的敬佩，而且印象深刻。选考的时候，文章写了80张，那一般是用电子邮件来寄送，但是他除了用电子邮件寄送之外，他把它列印出来，这样邮局这样去寄送这份文章。那个文章叠起来，听说1公分高度的留学生活过得怎么样？记者去采访他的同学啦，完全没有缺席，是拿到全勤奖的。那上完课也是第一个时间跑去问教授问题，然后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没有上课时间，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念书的。时间差不多到了2020年的婚期的期限了。尽管贞子强调心意不变，小条宫也松口可能会同意让2个人结婚，但为了选定一个好日子，从去年到今年，事情可以说是一拖再拖，一直选不定那个时间。但是媒体有指出可能会在今年的秋天举行。小室他在最近发表一个长文，28篇的长文了，就感觉他在争取这个大学的方法是一样，但内容实在有点太长，而且我稍微瞄了一下内容，是真的好像在帮人家写诉讼的感觉。它里面就有2个重点，第一个是母亲和前婚约者的金钱纠纷是授予并非借贷，所以是无需归还的。第二，母亲和前婚约者的借的钱婚姻毁约的关系，所以有一部分是赡养费哦，所以也是无需归还的部分。那整件事情到目前还是非常的不明朗。然后现在在这里再补充叙述一下小室圭的学经历哦。国高中是念的加拿大国际学校的多益成绩是950分，大学是念国
暨基督教大学，学毕业后就进到一桥大学的大学院。那其实一桥大学是优秀的大学哦，然后大学院就是研究所的意思。后来是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福坦莫大学，还有就是有关他亲的自杀。小四的父亲其实也是相当优秀，叫小四敏盛，是早稻田大学理工科建筑系的，所以毕业后在横滨市的都营建材改造的建筑师。像是因为都营建材要改建，必须要跟这些住民来协调，他每天就是要面对这些住民的一些抗议啊，该搬迁的事宜，所以他的身心压力工作方面是相当的大，和上司之间也有着矛盾。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家内的事情，就是为了改造二世代建筑所产生的婆媳之争。小司敏盛自己是一个建筑师，那除了他自己，还有他家人都希望能够做一个二世代建筑。什么是二世代建筑？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住在一起，叫做二世代，就是等于公婆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的一个二世代建筑。那因为自己的老婆对内装的要求非常的啰嗦，赚大幅增加。那这个二世代建筑其实是趁他的自己的爸爸妈妈全额出资来盖的，所以等于说造成婆媳之间很大的纠纷。后来二世代建筑也改成，那其实小司敏盛夹在这婆媳之间纷争，再加上工作上的压力，家人守岁之后的一个夜晚，竟然直接投河自杀。1周后，他的父亲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冲击，也就同样的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祖母因为受不了儿子和老公双重的离世之后，也自杀了。就看一看，我觉得怎么问题最大的人是这个小四的妈妈小四佳子，我觉得她问题好多的，而且传闻听说这个小四佳子她可能是在日韩系人，然后虽然他的名字佳子全部都听起来像日本人，可是其实他名字也改了，所以你从名字是看不出来他是韩国人，所以他们才会说小四佳子他的个性非常的开朗，但是个性也非常的激烈。其实日本民众很多对这件事情指责，并不是对小四龟指责，是对他妈妈的指责比较多，就觉得这样不清不白的一个母亲，然后跟人家有金钱纠纷，他怎么有资格，怎么可以有资格来做皇室的亲家呢？那接下来就是他妈妈对整件事情就是金钱纠纷，就是讲话有点交代不清，觉得大家一直觉得他在说谎，就之前说了一套说辞被戳破之后，又再用另一套说辞来圆他自己之前说的说法，然后讲话就是颠三倒四，就是翻来覆去这样子，所以对他觉得他妈妈非常非常的反感。那对小四的反感的部分是觉得他发了那28篇的这个长文，觉得第一个就是没有重点，你能不能一次讲完？为什么要发那么长文？可是我觉得可能是他觉得文章写很长就很有诚意是吗？因为他就是这样的方式去拿到这个法学院大学这个教授们的青睐嘛，可能是希望他来开一个记者会来说明这个金钱关系，然后最好就是说他会把钱给还完，不管这个钱是他妈妈欠的，还是因为为了帮他负担学费，还是怎样。其实小四有说他自己平时有一直在打工，他准备了一笔钱，因为他自己在念大学都有拿到奖学金，所以经济方面他觉得学费他是自己可以负担的。可是这个金钱纠纷就是有点就这样不了了之，然后事情又讲不清楚，然后日本人是希望你既然借人家钱，就你把这个钱还清楚，不要说什么赠与有的没的，不管是赠与还是怎么样，你就是拿人家钱，你就应该把它还清楚。第二点就是小四是否能够作为经济自立，因为小四他虽然他的学历很好，但是如果要当国际辩律师的话，律师要实习2年，然后在国外也要实习3年，要总共5年的时间，所以才能够去做这个国际律师哦。所以我其实觉得第一个、第二点其实都不难解决，但是日本人会觉得说，他是否能够经济自立，他们会觉得他是一个软饭男。然后第3点就是能否取得大部分的日本国民能够认同他，然后能够理解他。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了，因为事情已经闹成这样沸沸扬扬，你要让日本人能够很心服口服，我觉得真的蛮难的。还有一个就是阴谋论啊，就是他们说，因为贞子是公主嘛，如果万一结了婚然后离婚，那离婚的驸马听说可以拿1亿5千万的抚养费、赡养费的。他们说他妈妈就是冲着这个1亿5千万来的，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很难解决，而且你看已经拖到现在。
贞子公主的父亲一度其实有松口就同意让他们结婚，只是在选日期一直选不定，就可能事情又接二连三的爆出来。日本皇室要结婚，他们也有压力，他不能想说反正我就想让他们结婚就结婚吧，他可能还是要让日本国民同意，毕竟公主的身份啊，不能下嫁于一些不清不白的人。可是日本人对皇室对他们来就是真的非常神圣的存在，就是怎么讲，就像那种英国皇室，看英国皇室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皇室，可能你很难了解。可是他们来讲，就是像英国皇室，他们是一个日本的传统神圣的一个存在，因为而且这些王子公主他们小时候的照片啊，都会公开，就出生的时候大家都是。是公开给大家看，而且他们有专门的记者，还有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专门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不是市面上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他们吃的东西都是在自己的庭院栽培出来的。他们的皇宫就拥有很大块的农地嘛，还有不止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然后他们都是自己有专人去栽培这些蔬菜水果，然后把它就送给他们吃，所以他们从小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备受注目。专门记者在采访，是专门记者，然后他就是，比如说要翻书的时候，他说啊，今天他可能要吟诗，然后然后大家这样排这样，然后或者他看书，跟他妹妹要看书，然后他这样翻，然后每个动作都要非常优美，都是每个动作每一个角度啊，我觉得都是被调教过，就是要很优美，然后要翻书，然后他就要慢慢的翻，要让人家拍，你知道，他还要故意让人家拍，不是做作。一开始觉得他好做作，可是不是做作，就是他必须演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优美要给人家拍，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他让人家看是他的工作，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皇室真的是生活的蛮辛苦，压力也很大。他们其实不是像一般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要做 rock and roll 选手，不可能好吗？为什么贞子公主这么死心塌地？这个男生状况那么多，为什么还要一直想要跟他结婚哦？那其实这个就讲到心理学上一种效应，就是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是心理学名词。他是说，当两个人相爱，然后但是没有办法获得祝福，然后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反对或什么什么原因呢，然后让他们的阻碍变多，那阻碍越大就越珍惜彼此，然后让自己两人的感情更迅速的增温，而且是火热到拆不开。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贞子公主就更加奋不顾身想要嫁给这个男生。那我自己是觉得不知道，因为我可能是妈妈的关系，我就看这个小室贵先生这么努力，就是他从小10岁爸爸就死掉，我觉得我好心疼，我光看到这一点我就心疼要死。然后但是他这么努力，就是奋发图强，就是还栽培他到念这些国际学校啊，各方面的。我希望小室圭没有像世间说这么阴森恐怖啊。今天就是介绍到这里，然后如果还想要了解什么事情，麻烦留言跟我讲。那今天就讲这里了，拜拜。